大家好，我是老魏。我现在在雅皮郡，越南胡志明雅皮郡，原来是雅皮县，现在是特县设郡这是我住了9年的地方。那过了这座桥呢，过去，一直走大概10公里，一直到隆安。这是西贡河的风景。西贡河有一段是穿过雅皮郡。我们这座浮桥呢，在很多二战的电影里面，或者关于越南的一些电影里面，都出现过类似的桥。每次从这个桥上走过的时候，都感觉特别有历史感。这个桥据当地人说，已经有50年以上的历史了，也就是在1975年之前，这座桥就已经有了。在越南刚统一的时候，这座桥是连接雅皮县和胡志明市的唯一的通道。在以前，所有的车辆、摩托车，包括一些牲口拉的车，都要从这个桥上经过，所以这个桥对雅皮县的交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在雅皮县上也不止一个这样的铁皮桥。在今天，前方的阮有寿路成为了连接胡志明市和雅皮郡的交通要道。老魏在这里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左前方这个很宏伟壮观的房子。那这个房子我来越南的时候就已经烂尾，听当地的朋友说已经烂尾了10多年。国内有很多朋友一直想来越南投资房地产，所以这个房子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因为你在越南购房一定要非常谨慎，如果不够谨慎的话，一不小心买到这样的烂尾楼，还是蛮让人郁闷的。因为越南的经济现在是非常好，这个烂尾楼也有房地产公司接盘了，所以今后可能会重新开发好，那前面购房者的损失可能会降到最少，他只是时间上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房子。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大概10多公里就到了隆安，然后有个隆安工业区。那这条路呢，是原来雅皮郡的一个主要的交通道路。这条路简直是一个大型的百货市场，路上卖的什么都有。这里离第7郡的富美兴只有2公里的距离。那物价和富美兴相比的话，便宜至少1/3，有的甚至便宜了一半，所以这边非常适合居住。在越南生活区生活是非常便捷的，在这边可以买到所有我们需要的生活必需品，而且都是物美价廉。有很多朋友比较关心我，问我这边的这个生活成本一个月大概有多少。其实我除了房租之外，一个人的生活费用是很低的。那如果是我自己买菜做饭的话，一天10万越盾就够了。如果我们跟朋友之间去越南餐厅，我们去吃饭的话，如果 AA 制，那每个人平均下来20万到30万越南盾，就吃得非常舒服。那如果吃快餐的话，每顿饭大概是4到5万越南盾，就吃得很好了，2荤1个素。在这条街上有很多几十年的老的粉店，他们的粉卖的也很便宜，一碗粉的话从3万5到5万不等。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这条路上已经开始了熙熙攘攘。那每天呢，晚上的时候到10点钟还是有很多人，可能中午的人是相对少一点，因为中午天气特别热，很多人能不出门就尽量不出门了。这条路如果到了周末，晚上是非常非常拥堵的，整条街上到处都是人，从早是一直拥挤到晚上。在周末的晚上，这整条街上全是喝咖啡的休闲的人群，有很多的越南餐厅是早上和中午是不开门的，只做晚上的生意。所以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整条街人数是爆满的，特别特别热闹。周末的晚上，这里的整个区域
全是摆满了喝咖啡的桌椅，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座位坐的，密密麻麻的全是那种咖啡的桌椅，全是喝咖啡的人群。雅皮郡地处胡志明市的东南方向，和隆安接壤，靠近第7郡平镇郡，离胡志明市中心第1郡只有10分钟的车程。当然我说的这个10分钟是指交通不拥堵的时候，那如果交通拥堵的话，有可能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在晚上太阳落山以后，5点6点钟以后，小商贩全部出来，哇，这条街上全是卖水果的、卖饮料的、卖小吃的、卖各种小商品的，非常非常多，整条街琳琅满目，特别热闹，充满了这种市井生活的味道。这条街一直往前走都是这样的越南的生活区域。我现在给大家拍摄一小部分，有机会再给大家慢慢的详细的介绍。这里呢是越南生活区啊，就是雅皮郡的里面了。那我们走到软影树路上的话，就会看到比较新的高楼大厦，前面的高楼大厦。这些高楼大厦呢，我们称为我们几个中国朋友啊，就戏称为这是雅皮郡的 CBD。雅皮郡呢，因为靠近富美兴啊，靠近第7郡的富美兴韩国街，所以这边韩国人特别多，韩国人可能比中国人要多得多。然后中国人也挺多的，但是没有7郡多啊。相对来说，很多中国朋友就考虑到，因为在7郡住更安全啊，所以在雅皮住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觉得。我一个人住在这个雅皮郡的农村啊，我戏称为农村啊，就是相对来说这几年还是蛮安全的，没有那么多治安案件。就是唯一的损失就是我养了一条狗可能是被一些那个爱吃狗的人给搞走了，就是别的没有遭遇过任何的治安案件。其实这块儿。也没有听说周边的邻居啊，或者说越南人啊，就是被盗啊，或者说被抢啊，在这边还真的没有啊。唯一的就是这么多年只有一条狗啊被那个什么了，被这个可能被越南的爱吃狗的人给搞走了。当时那条狗啊让我心痛了很久。这边就是软影树路上，然后这边的路呢是双向4车道，路修的是很漂亮，中间有个很宽的那种花带，这个方便以后可以把道路拓宽。这边的楼房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整洁、比较现代了，而且在刚刚那个位置呢，就是在准备建一座雅皮县的医院，应该是比较大的一家医院。在规划中，现在就出现了这个左边呢是3公小区，这边右侧呢就是有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办公楼，这也是雅皮县就是最现代化的一个办公楼了。那在我的左前方，也就是刚刚我们在桥上拍的一个烂尾楼啊，10年的烂尾楼。其实这个烂尾楼呢，就是我刚来越南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就是我听当地的朋友讲，就是说已经10年的烂尾楼。这现在这种烂尾楼，什么时候能够建好啊？谁也说不好。那在雅皮郡的另外呢，有一个小区。我的朋友都已经住进去几年了，但他也是烂尾了2栋，现在已经在建了。
之前是一直拿不到这个建设的批文，也就是我左前方这一栋这一栋已经是烂尾了5年，这个不能称为烂尾，只能说它一些文件或者批文一直拿不下来，然后就一直搁置在这儿。那前面有人付了钱，因为在越南买房子，就是说它是可以买楼花的，这房子还没有开始建，那就已经开始卖了。那如果你赌对了，这房子能够继续建好在短时间内交到你的手上，那你就等于是赚了。也是像这种，都已经5年了，或者5年更长的时间的10年了，还没有建好就等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已经损失了，对不对？包括前面这一栋，这一套房，就是这个小区里面有两栋这样的房子，都是烂尾的。所以很多中国朋友来到这边，如果说投资房地产的话，就是并不能够捡这种便宜你不能觉得这个房子挺便宜的，我就买个楼花吧，被套的概率也是蛮高的。因为有的在越南有些地方的房子就是地他还没有买到手呢，他已经开始卖楼花了，那这个跟诈骗也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如果你贪便宜买这种楼花的话，那大概率是你吃亏了，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再往前就是西贡河了。那西贡河过去，我的正前方呢，就是胡志明市第7郡。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欣赏，祝您生活愉快，拜拜。